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明，又见面了。这个系列是关于我在做的开源 AI 物体扫描系统。之前我们的可微渲染器已经超越了 NVDiffRest， 在优化 Mesh 质量上起了关键作用，但也发现存在一些奇怪的随机性，不总是能优化好。这次我们来探求一下这是怎么回事。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打算立刻处理这个问题，有个早就想改的东西，去背景的 Mask 生成器。虽然这东西已经讲过好多遍，改进过好多轮，但在使用逻辑上还是有问题。我们最开始用的 RamBG 的代码，后来经过一次拆解，大部分改成自己写，模型用 RamBG 导出的 Onyx 模型。这个模型来自于 USquareNet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应该直接用 USquareNet 的原版代码和模型，消除中间商。这样的好处是代码全都可见，而不是和权重一起封到 Onyx 文件里。这种无法看到、无法修改的东西，总让我觉得不可靠。还可以把7个输出减少成1个。换成 USquareNet 也很直接，调用它的一个 Python 文件就行，就这么一个，省掉了 Onyx 和 Onyx2Torch 2个包。然而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，虽然生成的 Mask 和原先几乎完全一样，但可微优化的时候优化不动 ，loss 卡在 0.06 到 0.1 之间，没道理啊 ，Mask 一样为什么会有副作用？排查了半天，发现即便给 Trellis 的输入相同，它的输出也有可能相差一点点，导致接下来估计出来的初始矩阵和以前很不一样，似乎是除了数据之外还有个全局的影响。于是我想到了随机数发生器。随机数序列是个不容易察觉的全局变量，接着继续缩小范围，发现只要调用了 nn.conf2d 就会有影响，哪怕不用它构造出来的 module。问了一下 Grok， 他的结论跟我一样，随机数的问题，因为 conf2d 会用随机数发生器初始化参数影响后续的随机数序列，并且 Grok 给出了验证的方法和修复的方法，经过尝试果然管用。虽然没找到根本原因，但至少通过重置随机数状态，让系统恢复了正常，可微优化可以和以前一样进行。不过既然 USquareNet 已经用到这个程度了，要不要再进一步？USquareNet 提供了2个模型，大的有168兆，小的只有 4.5兆。我们会对每张照片调用2次 USquareNet， 第一次得到前景物体的 BoundingBox 区域，第二次对区域内提取前景的 Mask。第一次不用那么精确，所以是不是可以用小的那个 USquareNet P？ 现在的代码结构改几行就能试，结果发现第一遍的执行时间从25毫秒左右降到20毫秒左右，也没多少，但不要白不要。未来如果在算力更低的设备上跑，好处会变得明显起来。好了，继续改进别的部分。之前说过，那些神经网络的组件初始化其实很慢。比如 Trellis 执行一次14秒，但初始化要13到17秒，离谱吧？搜了一下 ，PyTorch 有个 skip init， 能在构造的时候跳过填充初值的过程，反正马上就要用预训练的数值填进去，初始化做的计算就浪费了。比如 nn.linear 构造的时候 weight 和 bias 都会填上初值，再立刻被载入的预训练数据覆盖掉。改起来也容易。只要一系列构造函数都有 device 参数，就能通过 skip init 跳掉填入值。这实现方法也真够绕弯子的。同时也发现，即便是 DynoV2 这种被用了千万次的库，也没有按照规范支持 skip init。无论如何，不填初值之后 ，Trellis 的初始化时间降到7到10秒，整整快了 40%。然而可微优化的时候又出问题，大部分时候变成优化不出来了。那么具体是哪个神经网络的初始化出问题呢？试了一下，发现单独 skip 掉任何一个初始化都会出问题。一听就是刚才那个情况，还是随机数。看来以前只是因为运气好才能用的，只是随机过。既然又遇到了，就好好把它解决。看一下中间结果，直接原因是猜出来的初始矩阵是上下颠倒的，可微优化陷入一个局部最优，转不回来了。但奇怪的是，Trellis 输出的结果看着没问题，并没有颠倒。把 OBB 的坐标轴打出来，才发现是 OBB 的轴本身反了。这个没办法 ，OBB 选择坐标轴的过程和浮点数有关。
而且一般来说无所谓，哪个轴都是对称的。问题出在我之前是写死了沿着 OBB 的 X 轴转90度来把 mesh 转正，那么如果坐标轴反了，就不是转正，而是上下颠倒了。我们的目标是把图片里向上的方向转成绝对坐标系里的 Y 轴。至于绝对坐标系怎么来的，可以参考第18期。Trellis 生成的 mesh 是 Z 向上的坐标系，如果显示成 Y 向上，看着就是这么躺平的样子。把我们认为的上方向投影到 OBB 的3个坐标轴，绝对值最大的分量决定了那是哪个轴，符号决定朝哪个方向，把轴和方向一结合，就得到了图片里的上方向在 OBB 里的方向向量。把它转到绝对坐标系的上方向，就是我们要的初始旋转。这么一校正，就不会再出现颠倒的情况了。即便 Trellis、USquareNet、Delighting 都用了 Skip Init， 都不影响优化。之前 USquareNet 的重置随机数状态也不需要了。这个随机问题的根本原因已经被解决。上期提到了偶尔 loss 会卡在 0.04 到 0.06 优化不动的情况，也是因为这个。进一步，即便跳过了填初值，但那些组件的构造仍然是 Python 代码，还是很慢。比如 Trellis 要7到10秒 ，Delighting 要4秒 ，USquareNet 比较简单，也要 0.6秒。那现在既然没有随机数序列的顺序耦合了，把它们放到另一个线程如何？好，用上 std-async， 在要用的时候等待完成就行了。当然还得处理好 Python 的 GIL。都2025年了。Python 还有全局锁这种东西，修改的东西早就有了，但即便 3.13 也还没默认关闭 GIL。如此一来，同样数据上的流水线执行时间从92秒降到了82秒。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序列图，之前是全部串行，现在初始化放到其他线程去了，变成这样，省下一些时间。当然，还可以把 Trellis 也在一开始建立，进一步提高并行度。这样甚至能把总时间降到74秒，但显存的峰值等于各组件占用的叠加，比原先多了很多。所以目前为了平衡，我还是选了中间这种。注意这时候因为初始化和执行有所重叠，而执行过程是多线程的，初始化只能塞在少数时间片里。从表象上看，初始化时间加长了，但因为重叠，所以其实不是很有关系，总体来说会快就行。当我以为优化不出来的噩梦就此终结的时候，又在后续别的改进中再次遇到了同样的情况，甚至更严重。虽然现象一样，但却是因为不同的原因。那是怎么回事呢？请听下回分解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I'm so happy 'cause today I found my